欢迎收听《生命的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手边这份资料提到的所谓 AI 无法取代的11项神性印记。这次呢，我们就是要跟你一起试着从圣经的角度来发掘看看，到底有哪些深植在人性里面那种冰冷的演算法永远没办法复制的特质。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没错。而且我觉得这次探讨不只是列出一张清单说有这11项，更重要的是要去理解这些被称作神性印记的天赋，为什么 AI 就是做不到？那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怎么去实践，怎么把它活出来？尤其现在这个 AI 浪潮好像无所不在嘛，那去培养这些特质，对我们自己或者说对整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比较深远的意义？说得很好。所以在我们一个一个细看之前，这些资料，一开始其实就点出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所谓的神性印记它指的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就像创世纪1:27说的，那时候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很独特的天赋。所以接下来要谈的就不只是说，职场技能工作能力这些，而是更根本的关于我们是为什么是人那种带有神圣来源的特质。对，这个点非常非常关键。资料里面也提到，就是说 AI 或许它可以分析文字啦，辨识出说这是什么情绪标签啦，甚至模仿出很可靠的行为，比如说推荐你选项什么的。但是它没办法真正的去感受。他也没办法建立那种很深刻的人际连结，或者是营造出真正的归属感，甚至他也没办法建立那种需要时间、需要一致性去验证的所谓信誉或诚信，更不用说把他的决定跟那些超越数据本身的永恒的文化啦、道德准则啦，把它对齐。这个部分就凸显了我们人类这些天赋的独特性，还有真的是无可取代。了解。那这样听起来，不如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跟我们内在情感品格比较相关的印记。资料里第一个提到了第一个是情绪智力 （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AI 它可以处理非常非常大量的关于情绪的数据，但它做不到像圣经里记载的，耶稣看到那5000人，他不只是看到一个数字5000。他看到的是他们那种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那种灵魂的状态，所以他就动了慈心。这种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同理跟怜悯，资料认为这就是一种神圣的印记 ，AI 是没办法复制的。然后雅各书也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不就是情绪智力的核心操练吗？对耶，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个真的点出关键了。所以在实际应用上，资料建议我们练习的就不只是用耳朵听而是要真正专注地看着对方，眼神接触，然后不是急着在脑袋里想说，我要怎么回应，而是先试着好像进到对方的那个生命故事里去理解，去感受那个情绪。这跟 AI 那种纯粹的数据分析完全是不同层次的。正是如此。然后接着看第二项，信任与诚信 （Trust and Integrity）。AI 它可以被设计成很可靠，但它是一种功能上的可靠，而我们人跟人之间那种需要时间去考验的信任关系，还有个人内在的那种正直品格，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上帝对义人的一种描述。诗篇里面提到义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这个我想到耶稣那个比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所以资料建议的实际操练，是不是就是说，从最小最小的承诺开始练习去兑现？就像那个但以理他即使在那个压力很大的异国宫廷里面，还是坚持信仰原则。他从坚持遵守上帝的饮食规定，这种看起来好像很小的事情上，就开始展现他的忠诚。所以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慢慢累积起别人甚至上帝可以信赖的那种声誉。这确实是 AI 学不来的。
没错，没错，这种基于内在信念，然后持续做出的选择，才是建立真正信任的那个基石。好，那谈完内在品格，我们来看看那些关于怎么去影响别人、建立关系的印记。资料提到的第三项是激励他人 （inspiring others）。AI 或许它可以生成一篇文情并茂的使命宣言，写得很漂亮，但它没办法像耶稣呼召他门徒那样，他就一句话来跟从我。可是那句话里面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让那些渔夫真的就愿意放下他们的渔网，立刻跟随他。对，这个点真的很有启发。使徒保罗也是个例子嘛。他去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是靠那种很华丽的辞藻，而是用他自己生命的那个转变，还有他对基督的那份热情去感染人。所以资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激励别人最有效的方式，常常是分享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力的见证跟传承，是吗？正是如此，那种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真的远远超过单纯资讯的传递。这也很自然地带到下一个跟这个很相关的印记——生命门徒训练 （mentorship）。AI 它可以提供那种标准化的技能指导啦，给你一些反馈啦，但它没办法做到那种很深刻的生命影响生命的那种引导跟建立。你想想，保罗对他那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其实就点出了门徒训练的核心，它不只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榜样和那个生命的传递。这听起来跟刚刚谈的那个激励他人好像是一体两面呢。激励比较像是点燃火花，然后门徒训练是陪伴着一起成长。资料建议的那个实际应用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主动去问年轻的一代说，我能为你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帮上什么忙吗？就像当初那个巴拿巴一样啊，他看到那个刚信主，大家还不太信任的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嘛，看到他的潜力，就愿意去接纳他，引荐他。这种主动的关怀跟信任，好像就是建立深度关系的开始。对，你这个连接得很好，这两者确实关系很密切。而建立关系，除了榜样和引导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第6项，幽默与连结 （humor and connection）。AI 它可以学习幽默的模式甚至讲出语法都对的笑话，但是它没办法创造那种发自内心可以瞬间拉近距离、充满温度的那种欢乐时刻。圣经箴言不是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吗？想到耶稣，他其实也不是一直都很严肃了嘛。他去参加那个迦拿的婚宴，甚至还行了那个变水为酒神迹，就是为那个喜庆增添欢乐。还有他复活之后啊，面对那个曾经3次不认他的彼得，他不是那种很严厉的指责，而是用很温柔的爱，还有3次问他说：“你爱我吗？”用这种方式来恢复关系。这种带着体谅跟爱的互动，本身就很有连结的力量。非常好的例子。资料里面也提到，在实际生活中啊，有时候分享一些无伤大雅的自嘲的小故事，或者像保罗那样坦诚说自己也有软弱的地方，反而更能打破人跟人之间那种隔阂，建立起更真实、更坦诚的连结，还有那种团契的感觉。这种基于真诚和接纳的连结，是演算法算不出来的啦。说到这里，我们已经谈了好几个关于内在品格、人际影响力，还有关系建立的印记。那接下来这组好像更聚焦在我们怎么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去做判断、去应变，还有去创造。像是第4项价值判断 （values judgment）。AI 的强项是基于数据嘛，提供选项分析利弊，但它没办法帮我们衡量这些选择背后那些关乎永恒、关乎信仰的价值。这正是关键的差异所在。
哥林多前书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AI 它没办法理解什么叫益处，什么叫造就人，那个更深层的含义。所以资料就建议说，当我们面对一些比较重大的抉择时，可以学习但以理的榜样，不只是分析状况哦，更要透过祷告，把问题带到上帝面前，然后对照他的话语、他的律法来寻求指引。甚至可以直接问自己，或者在祷告中求问圣灵说：诶，这个选择能不能荣耀上帝啊？是不是符合爱神爱人如己那个最高的原则？这个提醒我们，最终那个判断的标准应该是从上帝的真理来的，而不只是看眼前的利益啊、效率啊这些。这跟 AI 那种纯粹基于数据的决策模式，真的很不一样诶。完全正确。而这种价值判断，常常又需要在很复杂的现实情境里面去灵活运用。这就带到了第7项，伦理应变 （ethical improvisation）。AI 它非常擅长遵守那种很明确的规则，可是，在真实世界里，规则跟规则之间有时候会冲突，或者说有时候需要考量比规则更重要的原则，比如说怜悯。AI 在这种有点灰色地带的地方，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那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吧？他在安息日治病，这个在当时是违反律法的规条的，但他就宣告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他的行动就表明了那个爱的原则，人的需要有时候是高于实守那些规条的。正是如此。所以资料就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类似这种伦理困境的时候，需要回想耶稣那个爱人如己的最高诫命，并且像雅各书教导的，要向上帝祈求智慧。圣灵会引导我们在那个律法跟怜悯之间，找到那个合神心意的、充满智慧跟爱的回应方式。这是一种需要属灵洞察力的应变，不是简单的把规则套上去就好。这种超越规则的智慧，好像也跟下一项有关呢。原创思考 （original thinking）。AI 很擅长整合、重组、分析现有的资讯跟模式嘛，但它没办法做到像我们的创造主上帝那样，从无到有进行那种真正的创造。诗篇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的创造本身就是最极致的原创了。的确是。而我们作为按上帝形象所造的人，其实也被赋予了创新的潜能。使徒保罗就鼓励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被那种既有的框架限制住了。资料建议我们可以练习去挑战那些固有的假设，问自己，如果情况完全相反，会怎么样？就像耶稣挑战当时那种很僵化的律法主义思维，带来了恩典的革命一样。我们的这个原创思考能力，可以说是承袭了创造主 DNA 的一部分吧。哇，这个观点蛮有意思的。从价值判断、伦理应变到原创思考，都指向某种超越机器计算的智慧。那么在跟人一起合作方面呢？第9项是真实合作 （True Collaboration）。AI 它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协调任务流程啊，分配资源啊，但它没办法真正理解团队成员内心深处的那个动机、挣扎、需要，也没办法营造那种有人情味的、有生命力的团队氛围。对，圣经用那个基督的身体来比喻教会嘛，就强调我们是互为肢体、彼此连结、互相依赖的。而真实合作的关键，腓立比书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团队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很谦卑的去听不同的声音，甚至可以主动问说：在这个议题上，我有没有漏掉什么观点，或者我的看法有没有什么盲点呢？这个让我想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个榜样。他是老师可是他却很谦卑的去服侍学生。这种放下身段，看见并且去满足别人需要的态度，正是建立真实合作关系的那个基础。这跟
AI 那种基于效率啊、任务分配的协作，本质上真的不一样。非常贴切的比喻。这种以关系为重的态度，也延伸到最后这一组印记。这组是关于我们内在的力量，还有跟人互动的智慧。第10项是谈判 （negotiation）。AI 它可以基于数据分析，计算出在谈判中获胜的最佳策略，但它没办法理解，有时候为了维护一个更长远、更重要的关系，适度的让步或妥协，反而是一种更有智慧的选择。对，圣经虽然教导我们行事要公义，不可以亏负人，但也更强调爱的原则嘛。比如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的谈判不只是在那个交易中争取最大的利益，更是一个实践爱的过程。资料建议我们要练习去观察对方的情绪、语气、身体语言，去理解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的那些需求跟感受。没错，就像保罗为了让更多人听到福音，他会很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方式，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还有箴言提醒我们说，柔和的回答使怒消退。在谈判或者是有分歧的沟通里面，优先考虑关系的维护，运用同理心跟智慧，这往往比单纯计算胜算更重要。是个人勇气 （personal courage）。这一点好像特别触及到信仰的核心呢。AI 它可以根据历史数据跟模型，非常精确地去评估风险的概率。但是它没办法在一个充满未知、数据不足，甚至看起来胜算很渺茫的情况下，单单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还有那种属灵的判断，而勇敢地站出来采取行动。这正是信心可贵的地方。希伯来书定义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榜样啊！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他熟悉的家乡吾尔，走向一个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的应许之地。还有以斯帖，一个犹太女子变成波斯王后，她为了救她的同胞，冒着生命危险，违例去见国王。他们都不是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才行动的。所以资料鼓励我们练习的是做一些不完全依赖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的决定，而是更多基于祷告中的领受、对上帝旨意的寻求，还有内在的信心跟属灵判断所做出的决定。就像耶稣呼召那些门徒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市场调查嘛，就毅然决然地舍了网，跟从了他。这种源自信仰的勇气，真的是 AI 无法模拟的，也是上帝特别赐给信靠他的人的那种力量。说得非常好。如果我们现在把这11项神性印记，从情绪智力、信任诚信，到激励他人、门徒训练，再到价值判断、伦理应变、原创思考，还有真实合作、谈判智慧跟个人勇气，都把它们串联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更宏大的途径。培养这些天赋，它的意义真的远远不止于说，在 AI 时代我们要保持竞争力而已。对，资料的结论部分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对个人来说，这好像更像是一个属灵的邀请，邀请我们去活出基督的样式。在实践这些印记的过程中，我们不只确立了身为人类那份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经历了很深刻的内在成长，更深地的认识和倚靠那位创造我们的上帝。而从更广的层面来看，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把这些特质活出来的时候，对整个社会也是很有益处的。它有助于维护人跟人之间那种真实的情感连结跟温度，巩固我们社会赖以运转的那个道德伦理的基石，促进更有意义的合作与和谐，同时也能不断激发出新的创意、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把宝贵的生命经验跟属灵智慧传承下去。我觉得资料最后总结的那段话，哇，真的非常精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他说，这些技能不只是职场优势，更是活出基督的属灵邀请。在算法泛滥的时代，他们见证了一个真理：被创造主塑造的人类，拥有机器永远无法复制的永恒价值。当我们培育这些神性印记，
不只是应对 AI 的挑战，更是以上帝形象的承载者身份，将爱、智慧与勇气彰显给世界。哇，这段话真的给了我很大的触动。的确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总结。所以回顾我们今天的探讨，我们从这份资料出发，深入了解了人类拥有的这11项被视为神性印记的独特天赋。我们看到，它们不仅仅是技能或工具哦，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内嵌在我们被造的本质里面的，见证了我们独特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持续的邀请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透过有意识的去操练、去活化这些天赋，来回应上帝的爱，彰显他的荣耀，把他所赐的爱、智慧与勇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还有这个世界。那么结束之前，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在这11项我们今天讨论的神性印记当中，有没有哪一项是你特别有共鸣，觉得是目前最渴望在自己的生活、工作或是人际关系里面能够刻意去练习和活化出来的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从哪个最小的、最具体的行动开始着手呢？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进行这次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